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不应该放在厨房里的食物这个课题。科学研究表明，有些食物一旦放在厨房里，就会对我们的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。这些食物不仅会导致肥胖，还会加速衰老。如果我们希望保持健康、不发胖，甚至延缓衰老，保持青春活力，就必须选择正确的食物。相信大家已经无数次听到这些道理。在生活中，有些食物被认为对健康有益，而有些食物则被认定为对健康有害。对于关注健康的人来说，哪些食物不该吃，大家可能早已有所了解。了解这些知识非常重要，但更关键的是，我们是否在实际生活中真正运用到了这些知识？是否真的避免了那些已知对健康有害的食物？举个例子，虽然很多人都知道方便面对身体不好，然而有些人可能还是会想，吃一点没关系，今晚破例一次，因此他们还是会吃方便面。大家可能也听说过，便利店里卖的许多食品对身体不好，但即便如此，有些人还是会频繁光顾便利店。回顾一下自己的饮食习惯，大家可能会发现，虽然知道某些食物不能吃，但实际上还是会吃这些食物。对此，我们不需要自责。为什么明知道某些食物有害，我们还是会吃呢？这是有原因的。为了探究这个原因，我们先从 Google 进行的一个著名实验开始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从 Google 实验中可以学到的事实；第二，不应该放在厨房里的食物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从 Google 实验中可以学到的事实。大家可能已经知道，吃饼干对身体不好，而且吃饼干还会让您发胖。然而，您可能还是不能完全停止吃饼干。当然，不仅仅是饼干，薯片、甜甜圈等类似的零食都算在内。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不应该吃，因为它们会让人发胖，对身体的健康有害。尽管我们明白这些道理，但我们还是不能完全停止吃这些零食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，这些不该吃的东西就放在您家的厨房里。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个道理，让我们来看看 Google 做的一个非常有教育意义的实验。作为世界顶尖的公司之一， Google 聚集了很多优秀的员工，并非常重视为这些员工创造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。通过尽可能地提供舒适的环境， Google 希望员工能发挥出高水平的工作表现，从而创造出高业绩。一些人可能已经知道， Google 为员工提供了免费的食堂和咖啡厅，员工可以在这些地方免费吃到自己喜欢的食物，看起来像是一个梦想中的环境，对吧？但问题来了，如果可以免费无限量的吃东西，很多员工可能会吃得过多，甚至停不下来。毕竟 Google 的员工也是普通人，也会有类似的弱点，吃得太多对身体很不好，这已经在各种研究中得到了证明。而且我们吃的东西对我们的工作表现也有很大的影响。因此 Google 开始思考如何让员工自然而然地选择健康的饮食。于是 Google 决定利用环境的力量来影响员工的饮食选择。他们根据大量的数据设计了这样的环境。首先，他们在餐具的尺寸上下了功夫。普通餐盘的直径大约是30厘米，而 Google 的餐盘则只有大约25厘米，比普通的小一些。他们的想法是，如果餐盘变小了，员工吃的饭量可能会减少。可能有人会质疑，仅仅把盘子变小就能减少食物的摄入量吗？毕竟，面对自助餐，员工可以无限量的吃东西，盘子变小了，随时可以再去添。但实际上 ，Google 发现，仅仅通过把盘子变小，员工吃的饭量确实减少了。这说明环境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。我们可以利用环境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做出更健康的选择。为了让员工吃得更健康， Google 在食物的摆放位置上也下了很大的功夫。在食物陈列区， Google 首先把蔬菜放在最显眼的位置，而肉类和甜点
则需要花更多时间才能到达。这样，当员工到达这些位置时，餐盘上已经没有多少空间了。入口附近放着丰富的沙拉，接下来是肉类、鱼类、主食和甜点。Google 希望通过这种顺序，使员工自然地选择更健康的食物。这种策略确实很有道理，也能有效地增加员工吃健康食物的量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您在自助餐的队列中拿着盘子排队，当您看到前面有各种美味的食物时，您会开始往盘子里放食物。如果最开始看到的是沙拉和蔬菜，您可能会先取一些这些健康的食物。到达不那么健康的食物时，您的盘子已经差不多满了，所以您可能会少取一些不健康的食物。Google 只是改变了食物的摆放顺序，就增加了员工摄入健康食物的量，这确实非常聪明。通过这个实验，我们可以看到环境的力量是多么巨大，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我们自己是多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。此外， Google 还研究了零食的摆放位置对员工食用量的影响。他们比较了零食区与饮料区之间距离 1.8 米和 5.5 米时，员工吃零食的数量变化。结果发现，离零食区近的饮料区使用者比远离零食区的使用者多吃了 69% 的零食。这一结果表明，如果零食摆放在靠近饮料区的位置，员工会不自觉地吃更多的零食。相反，如果零食区离饮料区较远，员工就会少吃零食。就像孩提时一样，只要零食放在我们身边，我们就会不停地吃。这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。那么，我们能从这些 Google 的实验中学到什么呢？那就是我们最终是环境的奴隶。我们可以把 Google 的实验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。如果我们不在厨房放置对身体有害的食物，那么我们吃这些食物的频率就会减少。反之，如果我们在厨房放置了这些不健康的食物，我们自然会不由自主地吃掉它们。所以，关键在于不要在厨房放置那些不健康的食物。此外， Google 的实验还教给我们更多的道理。如果您不想吃零食，只要确保零食不在您身边就行了。更广泛地说，如果您想控制自己的行为，只需控制环境即可。这是一个对我们人生各个方面都非常重要的手段。比如说，如果你想提高工资，在下班后在家学习技能，但总是无意中刷手机，浪费掉时间，最终没有学到任何东西，那您就是没有控制好环境。解决的方法是，在回家学习前，把手机留在公司，这样你回到家就无法触碰到手机，形成一个无手机的环境。再比如，如果你想过上自由的生活，决心创业成功，但总是被朋友邀请出去喝酒，那您可以删除所有朋友的联系方式。这种方法虽然有些极端，但确实是一些成功人士曾经用过的。这种方法虽然有些痛苦，但却是最强大的环境控制手段之一。通过这些例子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其实是环境的奴隶，而控制环境是我们成功的关键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不应该放在厨房里的食物。在前面，我已经基于 Google 的实验讲解了环境的重要性。接下来，我会给大家介绍4种不应该放在厨房里的食物。这4种食物是：1. 麦片；2. 干果；3. 番茄酱、蛋黄酱；4. 糖和其他甜味剂。首先是第一种食物，麦片。大多数人厨房里可能都有一些方便的麦片。尽管麦片常被认为是健康的选择，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。原因就在于其中通常含有大量的添加糖。摄入过多的糖会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和健康问题。即使早晨时间紧迫，需要快速解决早餐，也应选择糖含量较低以及不使用人工香料和甜味剂的品牌。接下来是第二种食物，干果。干果虽然方便食用，看起来也比其他零食更健康，但实际上却容易导致摄入过量的糖，因为干果的水分已经被去掉，糖分被浓缩，吃起来容易过量。此外，市面上出售的干果往往含有很多添加剂，如保存剂和漂白剂，这些添加剂会对健康有害。
因此不建议将干果放在厨房里。接下来是第3种食物，番茄酱、蛋黄酱。在超市廉价销售的这些酱料里，通常都含有大量的添加糖和各种添加剂。在购买这些产品时，大家一定要查看一下成分表，选择那些不含添加糖或添加剂的产品，尽量避免含有难以理解的化学成分的产品，选择原材料少、成分简单的品牌。接下来是第4种食物，糖和其他甜味剂。关于糖及其替代品，如蜂蜜、龙舌兰糖浆、枫糖浆等，它们对健康的危害，相信大家应该已经有所了解。许多人会在厨房里储备糖作为调味料，但这很容易导致烹饪时过多使用糖。为了减少糖的摄入量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在厨房里存放糖。这样一来，在烹饪时就无法添加糖，从而有效地降低糖的摄入量。因此，建议大家立即将厨房里的糖移除。到目前为止，我已经讲解了4种不该放在厨房里的食物。当然，还有其他一些不适宜存放在厨房里的食品，比如各种加工食品。请大家检查一下您厨房里的柜子，是不是塞满了薯片、鲜贝等小食品以及加工食品。虽然这些食品很方便，但它们对健康非常有害，甚至会增加死亡率。因此，请务必将它们从厨房中移除。此外，还有一些低质量的油，比如色拉油，它们会引起体内的炎症，这些也应该尽量避免。希望大家借此机会彻底清理和改造厨房。通过这些措施，我们可以更好地控制饮食环境，从而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。希望大家能从中受益，并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